提起霍元甲，看过不少武打片的小伙伴们肯定非常熟悉了。作为民国时期的武林高手，他那高深的武功令人惊叹。在后世的影视剧中，当我们看到他用那家传绝学霍家拳教训侮辱我国的外国大力士的场面，无不拍手叫好。然而100多年后，他的后辈却说他们根本没交手，这些都是导演骗人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年少体弱，不被家族允许习武，偷师学艺，终于令人刮目相看。霍元甲出生于天津静海县小南河村一个武术世家里，从小体弱多病的他，总被其他孩子欺侮，气愤不过的他想学霍家拳，岂料父亲霍恩弟搬出祖训，说霍家拳不传外姓人，不传身体虚弱之子。因此每次霍恩弟带大家出去练武，却只留霍元甲一人在家读书。那么独自在家的霍元甲会乖乖在那儿读书吗？一天，霍恩弟早年当保镖时结下的仇家一关东大汉上门来寻仇，老大霍元贞上前应战，却被对方摔出。霍家兄弟中身手最好的霍元清没打几下也被踢飞。眼看着场面如此，霍恩弟虽无把握，但想还是得亲自出马应战了。就在此时，只听一句杀鸡何用牛刀，抬而来。霍元甲在众人惊诧中飞身上前，与大汉对打。只见他应付自如，出手敏捷，进退有度。打了许久，两人还是不分胜负。大汉着急取胜，变出狠招，没想到被霍元甲轻松化解。他抓住大汉伸出的手脚，往怀里一带，再抓住大汉腰带，往上一抡，竟把大汉整个举了起来，将他在自己头顶上方转了2圈后，霍元甲把他顺势丢了出去。这一下，大汉足足摔出去1丈多远，都爬不起来了，只好认输了。此时大家才知霍元甲早已今非昔比了。原来在父亲教授其他兄弟功夫时，他总躲在一旁偷听，夜深无人时自己再一个人偷练。此外，他还找来其他拳谱一并研习，因此他的拳法融合了众家之长。那么武艺高强的他在成年后又是如何谋生的呢？二、谨遵家训，高深武功深藏不露，仅靠惊人力气糊口度日。古时的习武之人多靠开馆授徒、接镖押货为生，但因霍家家训及父亲的告诫，霍元甲便另想出路了。随着次子霍东阁的出生，家里的花销变大，受生活所迫，霍元甲先是在天津的脚行谋了差事，做了管事的，但因性情不服，并辞去了脚行的差事，转而跑到天津北门外的怀庆药站当起了搬运工。一次，怀庆药站进了一批生地，每捆500斤重。听闻霍元甲力大无比，有人就想同他比试。那人扛起一捆进了库房，连扛3趟，完了便等着看霍元甲出丑了。只见霍元甲在一旁找来一根粗木杠，二话不说就挑起了2大捆1000斤重的生地，他就这样稳稳当当地挑进了库房。围观的伙计们见此，无不喝彩。那么在药站做搬运工的他，又是怎么碰上外国大力士的呢？三、为郑国生，决意迎战外国力士，岂料对方连夜弃战而逃。1901年的一天，天津街头出现了一批广告传单，说是俄国大力士卡洛夫在剧场卖艺，称他打遍天下无敌手，要让东亚病夫们见识见识。几天后，卡洛夫又贴出海报说，若无人登台并打赢他，则表明中国确实是病夫之国。霍元甲看了气愤不已，便与朋友说了此事，并决意去会会那卡洛夫。他们来到剧场，看到卡洛夫在台上表演他的神力卷后铁板、扛哑铃、腿横木板站人。卡洛夫的助手一个个在吹捧着卡洛夫，卡洛夫傲慢的大喊，想死的上来。他这话刚说完，霍元甲立时飞身上台，卡洛夫和台上的其他人都惊诧了，便等着翻译问话。霍元甲便说道，我是霍元甲，愿与这欺侮我们国人的家伙比武，生死勿论。如若他输了，就请他登报给我们国人道歉。说完，霍元甲拿起被卡洛夫卷成团的铁板，稍稍用力，就将铁板舒展开了。卡洛夫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不等他们多话，霍元甲丢掉铁板，又开始拧铁链了。伴随着咔吱咔吱的响声，整条粗铁链转眼全被拧断。一旁的卡洛夫看得汗流满面，
于是卡洛夫遣翻译和霍元甲说，他们的比试定在次日上午。第二天一早，霍元甲等人来到剧场赴约，却见大门上贴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卡洛夫昨夜收到沙皇命令，回国参加健美大会去了。显然这只是卡洛夫的借口，他被霍元甲吓得连夜出逃了。像霍元甲这样靠自己的毅力与悟性，在武术造诣上如此出彩，实属难得。他虽身负绝学，却依旧踏踏实实的靠自己的劳力吃饭，更是难得。习武本为强身健体，并非为好勇斗狠，但如若有外敌来犯我辈习武之人，定当出来迎战。至于对手出逃不战而胜，那只是对手自己的问题了。其实不管双方有无交手，霍元甲敢于出头，敢于挑战列强，这都为我们中华民族树立了正确的榜样。也正因这些先辈的勇往直前，我们才没有丧失反抗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始终屹立不倒。